晓的真傻。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知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话。窗前明月光，依偎你肩膀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把你想。月光光，心慌慌，真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。天上的一对，地上的一双，牛郎织女不相忘。天堂再美，美不过你心房。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。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你是我的好时光。怎么样，你娘有下落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从这1-2天发生的事情来看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越想越可怕。怎么了？稳婆是当年给金元宝接生的人，我娘生的金元宝，所以他们2个人是知道金元宝身世的人。他们都知道，金夫人当年是从我娘手里抢过金元宝，据为己有的。稳婆被绑架的这前后脚功夫，我娘就被绑架了。稳婆被绑来京城，我娘也被绑来京城。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绑架他们的是同一伙人，而且都是京城的？岂止是同一伙人，我怀疑根本就是同一个人。那你怀疑谁啊？你想啊，金夫人为什么听见我让元宝去查稳婆的事情，她会那么惊慌？为什么她会阻挠元宝去查到底是谁抓了稳婆？为什么稳婆死的时候，金夫人刚好在身边，而且一手拿着枕头，还一脸的惊慌？而且我今天还亲眼看到了，金夫人她去了稳婆儿子的家，她还给他们塞钱，想要封他们的口。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吗？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，绝对错不了。那你的意思是怀疑是金夫人抓走了你娘？岂止是怀疑，就一定是她。稳婆就是她杀的。金元宝把稳婆给救出了，他生怕事情被戳穿，所以干脆就杀人灭口。金夫人她既然敢抓稳婆，她就敢抓我娘；她既然敢杀稳婆，就敢杀我娘。我娘的命现在就悬在她手上。她这个人心狠手辣，为了掩盖20多年的亏心事，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不行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冲动，我要找她去。麒麟，你要冷静，千万不能莽撞行事。这些都是你的猜想，我现在一时一刻都等不了。万一我娘现在就有危险呢？如果金夫人真的想灭口的话，她早就该害了稳婆。可是这些年她并没有这么做。可是除了她还能有谁？还有谁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稳婆给杀了？还有谁能去峨眉山把我娘给骗出来？麒麟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如果这件事情并不是金夫人干的，你就伤透了元宝的心，你们以后还怎么过下去啊？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早就去找金夫人问个一清二楚了。麒麟，就算这些是金夫人干的，你也不能打草惊蛇，不是吗？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鬼鬼祟祟跟着我干什么？我哪有鬼鬼祟祟跟着你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元宝，我看你最近几天魂不守舍的，你看你眼角都发青了，
从我专业的角度来判断，你这是离魂症的初期症状，啊，得有人看着你啊！万一你发病的时候旁边没人照顾你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元宝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到时候你说我不关心你，这是我特意为你配制的药，你一定要按时吃。这本来呢，我是不应该盯着你的，我想让玉麒麟盯着你，可是我听小轩说，玉麒麟他娘丢了，怪不得麒麟这几天连笑都不会笑了。你说他娘丢了，他肯定着急啊。本来这个时候你最应该出力的，偏偏这个时候你又病了。哎，我没病，少在这里啰里吧嗦的。哎呀，息怒息怒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大家都说你是天下第一神捕嘛，找个人怎么找这么久还找不到啊？丢脸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这个天下第一神医，你告诉我，魂魄怎么死的？哦，这个，他肯定是被闷死的。谁不知道是闷死的？你能不能提一点有建设性的意见？建设性的意见，我觉得吧，他是被人用枕头闷死的。那凶手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这个，哎，这个有点难度哎。我想想啊，不用想了，不知道别烦我，啰里吧嗦的。哎，明明你自己查不到人，对我发什么脾气啊？哎，你该吃药了。傻孩子，我不是挺好的吗？娘，你没事就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麒麟，麒麟，啊，表哥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我睡不着。你哭过了是吗？又跟元宝吵架了？那到底怎么了？这些天跟丢了魂一样。我娘被人抓了。你娘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有线索吗？只知道是一伙坏人，把他抓到了京城，可是不知道关在哪儿。你让元宝帮你查呀。他说他已经查过了，但是没有线索。他可是京城第一神捕，如果你娘已经到了京城的话，怎么可能查不到任何线索呢？大海捞针，总得有一段时间吧。那会不会是你娘在京城有什么仇人呢？否则为什么会有人把她劫到京城呢？我娘一个山野村妇，她能有什么仇人啊？也是啊，这事儿来得蹊跷，是谁不想让你平安度日呢？如果是因为你的身份，那这些人把你娘抓到京城的话，就是想揭穿你是假的江小轩。可知道这件事的也没几个人呢。元宝，我，顾长风、江小轩、顾大娘，还有夫人。元宝，
你、长风、小轩，他们都不会说的。难道是金夫人？不会是夫人，怎么可能是夫人呢？夫人是一家之主，她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？再说了，她在太后面前也隐瞒了你待嫁之事，不会是她。而且，她没有理由去劫持你娘，对吧？可如果不是她的话，又会是谁呢？我没事了，你也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少夫人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要见夫人。夫人已经睡了。是啊，少夫人。夫人睡了？她睡得着吗？少夫人，夫人她真的睡了。我现在就要进去，让开！少夫人，您不能进去啊！对呀，夫人真的睡了。让我进去！让她进来吧。是。虽说你是来路不明的野丫头，但是你嫁到了金府也这么多日子了，也该懂点规矩了。你这么半夜三更的闯进来，什么事啊？把我娘交出来。你娘？对，我娘。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她是谁。我连你是谁都是刚刚才知道的，怎么会知道你娘是谁？我娘就是我养母，我这个粗野的野丫头就是被她捡到养大的。她对我比我亲娘还好。你的养母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她一直都住在峨眉山，生活得很平静。可是这几天，她突然被人抓走了，并且抓来了京城。难道不是你抓的她吗？可笑！我抓你娘干什么？我连你娘是谁都不知道。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。你说，你娘到底是谁？我才会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抓她呀。麒麟，麒麟，你别在这装糊涂了。难道还要我提醒你，20年前你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20年前你都没出生，20年前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所以你是为了20年前的事情才抓走我娘，对不对？你娘到底是谁？你别再装了，把我娘交出来！你疯了！3更半夜不睡觉，跑来打扰娘休息。我心里有疙瘩，睡不着觉，所以过来找娘聊聊。有什么事情你不能白天说，非得要这么晚了来说？白天娘外出了，我没找到她。我现在晚上心里越想越不舒服，所以就过来了。好，那你说，什么事？娘，对不起啊，是麒麟不好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元宝啊，你不用怪麒麟，是我把他叫进来的。我是想着一家人不该生隔夜的气，有什么误会的话，不解开也不好。那好，现在有什么事，也都应该说清楚了。娘，我们先下去休息了。回去睡吧。走。你说你3更半夜发什么疯啊？啊！虽然娘替你开脱了，可是我还是不信。你说，这么晚找娘什么事？没什么事啊，就是有些事情想不清楚。
过来跟他聊聊。你娘的事你就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碰了。我不跟你说我会尽力了吗？还有啊，稳婆的事情，我不希望你跟娘再说了。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，说什么都不对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，对吗？喂，什么？这个野丫头竟然是王慧兰的养女？八九不离十，不然的话，她怎么会拿20年前的事情来兴师问罪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20年前你抱着王慧兰儿子的时候，跟她说的清清楚楚。这20年她也没有露面，本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，可没想到她还惦记着这件事，她还让那个野丫头来接这个老底呀！我真是低估了这个野丫头玉麒麟，也完全低估了王慧兰。其实我早就怀疑玉麒麟，她不是什么错家，一定是预先计划好了的。现在果不其然，她为了20年前的这件事情，费尽心机，等待机会，最后以江小轩的名义嫁进了金府。上次回门也是计划好了的，他们计划好把元宝带回去见王慧兰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相认。如果玉麒麟这个丫头真的是这样，那她的心机也太可怕了。这20年我没睡过一天安稳觉，天天晚上都在做噩梦，生怕有一天王慧兰会突然出现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抢走。我天天吃斋念经，虔诚拜佛，多做善事，只求这事不要发生。可是这一天还是到来了，那玉麒麟会不会把这些都告诉元宝了？应该还没有。我们正谈着的时候，元宝忽然冲了进来，我自然就闭口不谈了。玉麒麟也没有再往下说，估计他也是没有想现在就说出这件事情。那就好。可是今天不说，不代表以后不会说呀。小翠，这就像是悬在我头上的一把剑呀，这随时都会落下来。是啊，想想这件事就觉得可怕。还有更可怕的，刘文波被抓到了京城，忽然被杀，王慧兰也被抓到了京城。你说这是谁把他们抓过来的？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这个人也是冲着20年前的事情来的吗？是的，他肯定是想拿元宝的身世来做文章，想掀起这个风浪，目的肯定是想破坏我们金府。是谁呢？跟金家会有这么大仇恨？未必是仇恨，也可能是权力。有谁在觊觎金府的势力？有谁在觊觎金府监管的军器所？还有谁在觊觎我们金江联盟？如此说来，莫非是二皇子？不是他还能是谁？肯定是他。保不住金府是小事，可是元宝不是我亲生的，如果这个偷换身世的欺君之罪压下来，元宝的性命就会保不住。我这一辈子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我的儿子元宝。如果失去了元宝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夫人说的对，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我们已经完全没有时间了，现在一定要集中金府所有最精干的力量去找到这个王慧兰，一定要在对手说出元宝身世之前，
先把王慧兰给找到。小翠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我一时不察，让玉麒麟偷走了元宝的心。元宝已经被他迷得五迷三道。要是他万一说出他的身世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除非少爷不相信他的话。你看元宝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不相信他的话？你倒是提醒了我，只要元宝不相信他，那我们就有救了。夫人的意思是，我不能失去元宝这个孩子。谁要是想从我手里夺走他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事到如今，那就不要怪我狠心了。给娘请安。昨天你跟麒麟回房之后，有没有吵架呀？娘，您放心吧，麒麟的脾气啊，就像6月的天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们没吵架的。麒麟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我们直接就休息了。元宝啊，昨晚娘也想了很久，娘确实有做得不妥的地方。娘，您会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啊？她是个山野女子，自然没有教养。可是娘对她也稍微急躁了一点，考虑不周全。娘，您这么宽宏大量，是孩儿教妻无方，孩儿实在惭愧。她虽有诸多不是，但是她本性善良，性格也不坏，只是有待于雕琢。那娘也要做个好婆婆，不能让你老夹在我们2个人当中。一家人总得要和睦才是，你说是不是？娘，我知道您对麒麟的出身还有教养都有意见，但是就像您所说的，他的性格纯良，他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只是因为最近他娘失踪了，所以他才会变得这么急躁。放心，娘不会跟他计较什么的。只要你们2个好，娘受点委屈算什么？娘，您别这么说，你们2个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我不希望他被轻看，同时我也不希望您受委屈。您放心，我自己的娘子，难道我还管教不了吗？我这就叫他过来跟您道歉。元宝，不管娘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你和金府。我不去，要去自己去。跟我走。干什么？娘为了我们吵架的事情，一整晚没有睡。你去道个歉，有这么难吗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你既然嫁给了我，我不奢望你可以处处为我着想，但是最起码的对我娘的尊重，你应该有吧？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娘，娘她不但没有怪你，还处处为我们着想，你是不是应该收收你的脾气？你既然嫁到我们金家，这一辈子就是我们金家的人，难道你要一辈子跟娘闹别扭吗？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吗？你们2个都是我最爱的人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和平相处。走了，跟我去见娘，啊，走了。娘，麒麟来给您请安了。快坐下吧。元宝，不要为难麒麟了。麒麟的母亲不见了，换了谁都会着急的。你试想，你娘我要是不见了，你会不会也着急啊？将心比心，你要多体谅她。该道歉的是娘。我也不是故意跟娘作对，我只是特别想知道我娘的下落。麒麟啊，你娘的下落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但是我对你也实在是不够体贴，这个是我的错。
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。娘，您别这样。说句心里话，娘心里最疼的就是孩子。你是元宝选的，又是个好孩子，娘爱屋及乌，自然会接纳你。我们之间要是有任何的误会，这说开了就没事了，是吧？都是一家人，要在一起过日子的嘛。你娘不见了，其实我心里跟你一样着急。元宝啊，你真的得赶紧去查呀！放心吧，娘，孩儿会抓紧去查的。麒麟啊，你看看，我娘她多通情达理啊！她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这个家。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娘，那天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冲动，顶撞了你，我跟您道歉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坐下坐下，我们一起喝茶。哎，小轩，你别走！你行小轩啊！小轩，小轩，你听我跟你说嘛，你开门呐，小轩。怎么了？哎呀，长风，你真有一套。这么温柔贤淑的江小姐都被你给惹恼了。行了，你别说风凉话了，快教教我该怎么办吧。什么怎么办？还不是我娘找小轩的茬儿，小轩气得不理我了。哼，隔老千金你娘都嫌啊？我娘说我们小门小户配不上人家。那是你自己笨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婆媳关系呢，关键在于男人从中怎么协调，明白吗？那我怎么协调啊？你教教我。我们男人们免不了两边安抚，两边协调，两边欺骗，明白吗？鲜花，上等的首饰啊！来看一看啊！上等的首饰，看一看。哎，上等的首饰啊！过来看一看。新鲜的青菜啊！哎，客官，喜欢就买一个吧。来，我看看。哎，我们这里那可是上等的饰品。哎，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客官，您是真有眼，这是我们镇店之宝，不贵，才5两银子。才5两啊？5两银子能买多少药材？不是，能不能便宜点啊？这个不能再便宜了。您想啊，这么漂亮的耳环，那是女人看了都喜欢。是女人看了都喜欢啊？买了。哎呦，包您满意。娘，来，娘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好不好看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嘛，是那个江小轩，他特意买给你的。这个花了多少？反正花了好多钱买的。瞧你结结巴巴的，就知道你在说谎。这么轻巧的小姑娘家的玩意儿啊，是自己买的不喜欢，顺手给我落好人是吧？怎么可能啊，娘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可贵了，买这个都能买2条高丽参，10斤当归，2斤朱砂了。一听啊，就知道是你买的，还说是那个来路不明的丫头买的。你看你说的什么来路不明的丫头啊？人家明明是江府的千金。早就不是了。你赶紧拿着你的东西，快点走。我这还忙着呢，别在这捣乱碍眼。哎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娘，赶紧走了。哎呀，小轩，哎，你看，好不好看？这是我娘送给你的，可贵可贵了，你试试。这不可能是你娘送给我的，你娘今天上午还说我来路不明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就是吧，我娘就是我娘，她说你了，所以她就内疚，所以她就买了个耳环，道歉了，给你道歉。长风，没人跟你说过你说谎的时候会结巴吗？
我结巴了吗？其实你娘说的也没错，我的确是来路不明的。你不用替你娘来给我道歉。不是，那小轩啊，你看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，试着跟我娘好好相处呢？你都这么说了，只要你娘不为难我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小轩，你真好。你娘有消息了，我也是听元宝跟我说的，他带了很多眼线出去找消息，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好啊。少夫人。哦，顾大娘。夫人让我来给您送点点心。怎么敢麻烦您跟夫人呢？应该是我去送才对吗？您哪会做呀？啊，少夫人莫见怪，我只是说笑而已。再说金府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哪能劳驾您动手啊？重要的是一片心。你看，夫人知道您对少爷一心一意，也就对你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少爷回来了，那奴婢就先告退了。那我先送大娘出去。少爷。你看，我娘对你多好。你没事吧？好了，放开我，我自己能行，就不劳阁老千金的大驾了。您说的对，我早就不是什么千金小姐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大娘，我觉得您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人最重要的就是一颗心。那我就把我的心完完整整的摆在您面前。长风，他人真的很好，我根本就不想做什么阁老千金，享受荣华富贵。我只想和他平平实实的过日子，能够好好的孝顺您。希望您能够给我这个机会。夫人宽容，不和你们计较。可我不是夫人，长风也不是元宝，你容我再想想。大娘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长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。夫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把东西给少夫人送过去了。元宝在吗？元宝在，我就是看着少爷进来了，我才跟少夫人说的。他们高兴吗？岂止高兴啊，个个都还很感动呢。做得好，明天继续送。是，夫人。看来真的不错啊，顾大娘居然冲你笑了。她脾气那么差，那么喜欢骂人，要换做以前，我绝对是不会理她的。是啊，要换以前，我也绝对不理的。不过这几天呢，我倒想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你想啊，金元宝脾气那么差，我还顶撞他娘，要是换做别人的话，说不定早就抡拳头了。可是呢，他竟然还能忍耐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这是在发幸福的牢骚吗？他是在乎你。是啊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得开始学会爱屋及乌，学会去忍耐他啦。
哦，不过你们家那个顾长风，岂不是早就享受这个待遇啦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哦，原来刚才是我看错了。哎，可怜的长风，天生就是个书呆子，天生就是个受气命。你还老这么欺负人家，于心何忍哦？我欺负他？是啊，你心疼他还来不及呢。哎，你啊！不过说实在的啊，顾大娘那儿你还没想到办法，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以前又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长风，小轩，长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看你热的。不用，过来坐。来，喏，这个送给你娘的。送给我娘的？小轩，你太好了。什么呀？我平时很不好吗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看你想的这么周到，我现在特别感动。这些天我看见你娘跟金夫人进进出出的，虽然有轿子，但是年纪大了还是会累的。你这个做儿子的就帮她捶捶吧。不过你看我笨手笨脚的，也不知道轻重，要不然你帮我娘捶捶，怎么样？你娘，她恐怕不喜欢我。也对啊，你看你从来没伺候过人，肯定也不太会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要不然你就别说是我送的了。我现在啊，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了。麒麟，麒麟，麒麟，哎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去找我娘了。我不是让你乖乖在家里吗？哪里待得住啊？那好吧，既然待不住的话，过来给本少爷按摩一下。开玩笑的，我来帮你按。来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叫你别着急，你非得急，你像个无头苍蝇一样，怎么能找得到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办的案子不少，藏匿人口实属不易。我相信过一阵子，那些骗你娘的坏人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的，你就别到处乱跑了。你找人还能找过我吗？我真是待不住，还不如想着出去走走呢。那好吧，你要注意安全，有事随时找我。舒服吗？少爷，少爷，少夫人，您看夫人多好。夫人知道少夫人这几日辛苦了，特意吩咐了厨房熬了鸡汤，说给少夫人补补身子。顾大娘，帮我谢谢你啊。是，那奴婢就告退了。谢谢大娘了。怎么样，感动了吧？我就说我娘最善解人意了。是，你说的都对。这不就对了吗？娘，你找我啊？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娘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麒麟呀，你过来。你娘在我手里。你说什么？我娘在你手里，真的是你抓的？就是我抓了王慧兰。
真是可惜啊！你这个做女儿的，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啊！你到底想把我娘怎么样啊？我想把你娘怎么样啊？性命嘛，这个暂时是没有问题的。其他的嘛，我还没有想好。你想把我娘怎么样？少夫人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少夫人，把手放开！少夫人，你把我娘交出来！放开！放开！手把我娘交出来！你想干嘛？你把我娘交出来！干什么？什么时候把我娘交出来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娘真听不懂啊！你太虚伪了！原来这些对我好、跟我道歉，全都是装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我娘交出来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疯了你！元宝啊，麒麟是你娘子，你怎么能打她呢？少夫人，夫人年纪大了，经不起你这么折腾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敢碰我娘一下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娘，我送你回房内。走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我娘。你不要去，你现在去也无济于事。嘴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？元宝他打你？他竟然打我！